姐，退婚书摆在这儿了，你签是不签？温小姐已经应了20万两现银陪嫁过门，你拿什么跟人家比？我总不能一辈子守着你这几口染缸。沈公子攀高枝，我不拦着，只是你这趟来袖里揣了什么，自己心里清楚。偷走的那半卷，你摸着驴仔细想想，我奶娘教的针法，索性珍藏在哪儿？偷走的只是半卷哦，你拿什么开你的新铺子？连块招牌都绣不圆。门在身后，把退婚书带走，我不签。滚！7月15。这卷是我让你偷的，林锦，你敢阴我！沈公子，咱们还开不开新铺子了？开。去温家，就说绣春房的针法我已经拿到手了。诸位请看，这针法走信如行云流水，乃是当世绝活。这花儿怎么一动不动的？你懂什么？你昨儿没去绣春房？林家姑娘那幅云霞出海，太阳照上去，整幅画都在动呢。你这牡丹连个影子不会动。沈玉堂，你敢用半吊子的针法糊弄我？是我在绣春房对面买的一方帕子，3文钱。沈公子，你猜猜，人家3文钱卖的东西，比你这整幅屏风值多少？这是真货，林锦那毒妇亲密画的，他承认是他让我偷的。不信你们看这里面的字。沈玉堂，这明明白白写着防火防长潮，勿进茶水，你倒好，当我眼瞎分不清好坏是不是？小姐，听说沈公子整个人好像傻子一样，温老爷看完图谱当场就退了货。沈公子还嚷嚷说你写了句让他偷的什么的。沈玉堂记性不好，我写的是防潮标注，他看花了眼而已。外面谁在敲门？温府，温小姐，邀林姑娘明日茶楼一叙，说是有笔生意，用20万两现银起底。温妹妹好腿脚，帕子里的银线看出来了。林姐姐塞这根线进去的时候，是想让我找过来，还是想让我别找过来？你找过来了，所以这根线到底是引子还是钩子，你说了算。我用这个线把你帕子上的石榴花拆了重绣。拆出来的丝线比原来长了3寸。林姐姐，你留的余量是不是算好了？我会拆20万两现银起底的生意，温妹妹打算怎么做？小姐，官差来了，说咱库房的绸缎已刺充好，要贴封条。谁报的案？匿名举报。有人指认绣春房用陈年丝线冒充新丝，库房里的货经不起查验。那就开箱验，你们没验就敢封我库房？上头吩咐先封了再说，验不验再另行安排。上头。一次冲响。这批货是西域来的，每匹光织法就要3个月。您摸着良心说，这是次品。织法确实是对的，西域水蝶丝工艺，这批缎子值这个数。您是？林娘子，
在下谢昭，奉织造司之命，亲查江南贡品。封条是你们贴的，这封贴错了地方。现在林娘子是想先洗清冤屈，还是先谈笔生意？两件事可以一起办。举报我那批猎货的购物记录全在这里，沈玉堂字迹对得上。今晚查沈家布庄，带笔和纸，逐页比对。你们凭什么翻我家账册？那本册子是假的，是林锦的督府仿我笔迹。仿的？你看，这是我去年写的购货单，那册册子封皮上的字是我写的，可里面的内容根本不是我的。这页确实是你写的。沈家布庄涉嫌诬告同行，以次充好。封库、账册全部带走比对。监视大人，那本册是林锦从染缸底下捞出来的，染缸底有暗格。你信不信他别的缸底下也藏着东西？是吗？是。他后院那些染缸全是改装过的，缸底有暗格，有夹层，还有……所以你翻过他的染缸，你知道缸底有暗格，那你是去偷诊法的时候翻的，还是去退婚的时候翻的？谢金氏起得真早。沈家布庄封完了，账册散页拿回织造司重新比对，却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：那页被指认的购货单边缘沾了一点石榴红，染液浸透了纸纤维，从背面渗出来。可沈油堂的那页纸是干的，所以呢？所以那页纸被人从染缸里捞出来晾过，你的人把真账册烧了，把这一页撕下来贴进册子，再放进染缸做旧，还是反过来？您到底想问什么？封册的丝线，沈公子的旧账册是棉麻线，而你那本册子是丝线，但丝线有亲旧之分，你用的是上个月才仿的。你知道他会在夜里被查，所以你算好了他会翻账册比对，也算好了他会说你是仿的，更算好了他会提染缸，所以你让他每一句话都坐实自己翻过你的染缸。偷针法的人是他，翻暗格的人是他，他自己全招了。谢金氏发现那根丝线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这根线是谁先放的？你放了2根，一根缝在账册里让我发现，一根藏在账盔肤皮里。等我抽完第一根，注意力全在新丝线上，就不会留意封皮那根。封皮那根沾了旧墨，和沈公子的旧账册年份对得上。那谢金氏现在想查什么？京城来的急诊，我叔父织造使谢秉文要我来江南查一笔旧账，那笔旧账和你养母有关，也和你后院那口染缸底下的刻字有关。所履间7月15，你养母离宫的日子，也是我母亲离宫的日子。林姐，我要查的账和你报的仇是同一条线，你信不信？信不信的，7月15再说。今天下午，温家小姐还约了我谈生意，谢金氏要是闲得很，可以来听听。月破纱，你当真要卖给温家？卖给谁，要看谁出得起价，也要看出价的人值不值得那匹纱。我爹的布庄，从现在起归我管了。林姐姐这批月破纱，我全要了，20万两现银，3天之内结清。监使大人觉得这价钱怎么样？西域月拓纱市价每匹300两，72匹是21600两。温小姐出20万两，买的是纱，还是这纱后面的东西？林姐姐看这个针路，这是我从你跟银线拆出血之后自己续的。温妹妹是想告诉我，你不仅看懂了那根线，
还知道我缸底藏着什么。20万两是买你所有月破杀的价，还有20万两买你缸底的答案。7月15到底是什么？温玉娥，你绣出的金线用的是你母亲留下的针法吧？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绣线的时候，起针收针都用了双股挥环，那是宫里才能学到的手法。你母亲也是制造司出去的。我查过旧档，那年离宫的绣娘有3个，陈绣娘林锦的养母，周秀萍我的母亲，还有一个，姓什么？姓陆，我娘姓陆。7月15，那口缸底刻的锁缕金是他们3个人一起绣的，一人锁1缕金线，合起来是半幅绣品，另外半幅在京城制造司的地宫里。是我养母临终前交给我的。她说这线的另一头连着半幅品，而绣品上的绣名，而绣品的署名是织造师谢秉文。你是在销毁证据？这位大人，犬子不懂事，请大人手下留情。日期对得上，批次对得上，经手人签名对得上。你把这张单子抽出来，是想赶在比对之前毁掉，但可惜晚了。你进的是劣货，你进的是劣货，然后诬陷绣春榜以次充好，好让官府封他的库房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沈家布庄涉嫌诬陷同行，销毁证据，库房封存，账册全部带走，所有人不得离城，等候传唤。小满，明天去温家告诉温小姐，我改主意了。7月15之前，我要先见一见谢昭那位叔父。可谢秉文在京城，他不在京城了，他今早到的江南。沈家被封的消息就是他传出去的。林娘子好准时，我侄儿说你是个难得的对手，今日一见，确实不像20岁的人。谢大人昨晚在我染缸沿上刻字的时候，用的是左手，可痕度不一样。左手，右手要写折子，可不能有茧。城南染坊地窖里那72口旧染缸，底面也刻着同样的字，您猜我踏了多少分？那批缸是我20年前制下的，早已废弃。你踏多少份也说明不了什么。说明不了什么？废弃的官产可以私自转售。谢大人，织造司规章第78条记不记得？按律罚3年。林娘子想用20年前的旧账来跟我谈？20年前的旧账当然不够，但如果加上今年秋天的贡品专项款，叔父，秋贡专项款的编发记录，您说是在京城才查得到，可林锦手里这份，那笔款子是维修运河闸口用的。运河闸口在城北，叔父，您这18万两走的是染坊户头，城南没有运河。我不揭发你，条件很简单，7月15之前，织造司不要动江南任何一家布庄的买卖。林姐姐，上来。茶盖内沿的蜡封，你什么时候放的？昨夜你进月破杀的时候，你想让我觉得你和谢昭结盟了。你在杯盖里写谢秉文已到，又让谢昭承认是他刻的字。你用一条线索把我引到他叔父身上，再用另一条把谢昭推到我面前。你在试探我，我试探的是那根金线的反应。你见到我绣出的金线时，指尖的烟色退了半度。谢昭见到那根线时，瞳孔缩了一下。只有谢秉文，他今天在茶楼里全程没看那根线一眼，因为他早就知道那根线在哪儿。他不仅知道金线在哪儿，还知道半幅绣品的下落。昨天谢昭说那半幅在京城织造司地宫，那是假的。你查过？我爹年轻时给织造司送过货，他亲眼见过地宫的库存，册子上写的清清楚楚。百鸟朝凤残绣存于库中，副本真品在城南染坊地窖下面那间密室。你上次和谢昭进去看的那幅百鸟朝鹰残绣是真品。我进过那间密室，那幅绣品的丝线光泽一致，严丝合缝，因为那就是你养母留下的半幅，另外半幅在我这里。你养母当年带出宫的是左半幅，我娘带出宫的是右半幅。谢昭的母亲，她带出宫的是一根针，一根针，是断针。谢昭至今没找到那根针，因为他母亲至死都没告诉他藏在哪儿。所以你今天在茶楼里换掉谢秉文的茶杯，在杯盖内封蜡，刻那行字，是为了让你相信我和谢昭已经联手了。你信了才会来追我。
你追了，我才能把这半幅交给你。那你为什么现在给我？因为谢炳文今晚要烧染坊，他答应你不动布庄，但他没答应不动那间地窖。快去吧，晚了，恐怕那间地窖里的暗格，他今晚要撬第3层。让开！那层里面的东西，你看了也是白看。叔父，你答应过不动，我答应的是不动不护。你要看，自己打开。你娘带出宫的那根针，上面刻的是这个字。我娘带出宫的神笺，那半截针他临终前给了我，而针上这个锦字是你养母的名字陈锦娘。她入宫前姓林，入宫后改成了陈。你跟她姓了林，对吧？那幅百鸟朝凤上的署名根本不是你娘，也不是温家陆秀娘，署名只有一个字锦，那是陈锦娘当年在宫里的绣号。所以她才是那幅绣品真正的主人。他是主人，但他署名的那幅在离宫前被人调了包，他带出的是复制品，而真品就在这第3层。别动！这里的东西，要么我带走，要么我烧掉，你选。谢炳文，你怀里的那根断针给我。凭什么？你怀里的那根针缺了针尖，而针尖上的那个字不是锦，针尖上刻的是另一个字。我娘藏起来没告诉你的那个字，可鸠面上看到的却是百鸟。百鸟朝凤，凤在哪儿？叔父，你是不是从来没见过这幅绣品打开之后的样子？谢大人，你烧染坊的时候，是不是忘了检查第2层暗格？我娘当年带出宫的可不止半幅绣品，她还带出了地图。谢大人，你这根断针留在我这儿，7月15，我带全副百鸟朝凤在织造司门口接你，你来不来随你。你打算拿那根断针干什么？不干什么。7月15之前，它有更紧要的用处。比如换一件东西。温妹妹，你上次说沈公子拿金缕索图谱去你爹那儿卖了20万两的定金，定金被他花光了。我爹现在看见金缕索3个字就肝疼。那正好，我今天要赶一批新的金缕绣品，用最差的丝线、最松的针浆、最易褪色的染料，你帮我送进温家仓库。你要送假货给我爹？然后谢昭会去查那批货，他查出来是假货，就会顺藤摸瓜查到温家仓库。温老爷怕被牵连，必然会主动交出城南染坊的尾气。那间染坊的产权现在还差最后一道地契没过户，你用一批假货，让我爹染坊完完整整的吐出来，是让你爹心甘情愿的送过来。他看见沈家因为假货被查，自己又因为收了沈公子的定金，手里捏着染封尾气，他怕的不是我，是下一个被查的是他自己。那批绣瓶，你想绣成什么样？绣成沈公子最得意的那种，金牡丹满铺，针脚松到手上一扯就散，外表光鲜，但底里的一丝真东西都没有。我帮你送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
那批绣瓶里夹一幅我绣的。7月15，我要在这批假货里藏一枚真东西。作为交换，沈家仓库的钥匙，我今晚就能拿到手。你那给我答应了，但藏的不能是真东西。那我藏什么？藏一根线，把这根线绣进你的帕子里，夹在绣瓶中间层里。温老爷打开仓库看到绣瓶的时候，第一眼看见的是假牡丹，第二眼呢？第二眼他什么都看不见，因为谢昭的人比他先到。谢昭拆开绣瓶夹层的时候，只会看见这根银线，而这根线是他叔父锦匣里缠丝线的原材。他看见这根线，就知道他叔父昨天在地窖里碰过我的东西。谢昭会怎么想，就看他信他叔父还是信他娘了。林锦，你算到几步了？算到沈重公子今晚会从牢里写信出来，信是写给温老爷的，是林锦手里有一批假货，会要陷害温家。你爹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就会相信沈公子是真心为他好，然后他会主动把染坊尾器送来绣春坊，求我替他销毁那些假货。可我爹还没收到信，信在路上，送信的人昨天就出发了，算时辰，今晚到。你什么时候跟沈公子的人搭上的？我没搭，送信的人是你爹派去的那个老管家，他昨天拿了一纸出来，我让小满换了一页进去。沈公子写的那封温老爷亲启，原信现在在我缸底。你昨晚没睡？睡了1个时辰。你昨晚说的那句话，7月15你要到织造司门口接谢丙奇，你接他是带蛋挺去，还是带这假牡丹去？7月15那天，织造司门口站着的不会是我，是你，你带着那根断针去。他说林锦的在赶一批假绣瓶要往咱们仓库里塞，他一个关在牢里的人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沈公子说他在绣春坊安了眼线，去绣春坊，现在就去。老爷，3更天了，3更天正好。他要是真在赶假货，3更天染坊一定亮着灯。温老爷，3更了，有事？你这批货要往哪儿送？沈家旧仓库。温老铁也知道那地方吧？就在您绸缎庄的隔壁。林娘子，咱们能不能商量个事儿？沈公子写了封给我，说你要用假货害我，我本来不信，现在信了。你绣的这么明显，是给谢昭看的。货进仓库，谢昭当晚就会来查，查出假货，隔壁我的铺盲也得遭殃。您说对了，这批货就是给谢昭看的。但你要是现在走，我就当即每人来过，货照送，仓库照查。你想怎样？城南染坊的尾气，现在给我，我连夜把尾气过完户。尾气在书案暗阁里，我这就让人去拿。不用，您在这儿签姓。你连这个都替我填好了？沈公子那封信是你换的？信是真的，只不过我替您换了页纸，改成林锦要做假货害您。您选哪个版本的真相？选他那个版本，您现在就该去报官。选我这个版本，您现在回家睡觉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来。哟，谢继人怎么在？
你拿着温老人的尾气来收访，我不该栽？昨晚你在地窖里摸走那根断针的时候，我就在第2层暗格后面。你叔父没发现你？他发现我了，但他以为我是去帮他封台阶的。你从第3层暗格里撕下来的？在他把珍品重新封进去之前，我先撕了一角。这块尾羽够不够你问他要制造丝的旧当？不够，我要的可不只是旧当。那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叔父手里的那份原始文档，正印在他手里，复印在谁手上？复印在我手里。你什么时候拿到的？我上任那天，我叔父让我掌管复印，但他不知道，复印的印泥盒里我掺了半斤16红染液。所以18万两专项款的批文上，复印盖出来的章会带16红色。带了，每一份都带了。他没发现，因为批文用纸是浅色的，红印盖却看不出差异。除非有人纸面进水。你什么时候查到的？你第一次在我面前破查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染液是不是也能做到同样的事？所以你一直在查你叔父。你是一个会在染液里藏东西的人，这种人值得留着。那你现在知道了，我不仅会在染液里藏东西，我还会把它要回来。那批假绣品要到了，你真打算让制造丝的人去查？查完之后，你就能把复印盖上16红的那批批文全部翻出来。不对，是光一照它就转。阙上之新之法，今日起，绣春关所有绣品改用这种针路，欢迎各位拿货来比。他改了针法，全新的。全新的，跟沈公子当初给的图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去查，他这新针法跟沈公子偷的那半卷有没有关系？阙上之用的是叠丝回环针，沈公子那个是单股平铺，两回事儿。温家绣坊清仓大甩卖，金缕锁真传屏风3折，这跟林那个会眨眼睛的喜鹊差的也太远了吧！撤回去，全烧了。以后温家谁敢提金缕锁3字，谁就给我滚出温家！小姐，温老爷把所有金缕屏风带回去都烧了。他烧的是他的，这根留着。7月15那天，他还有用。小姐，温老爷烧瓶时，旁边有人看见了。谢炳文，他也在集市上，他站了多久？从头到尾，这是他离开时落在摊位底下的，我捡了。小满，去查谢炳文今天住哪间客栈，查到了别声张。等谁？等他，还是等谢昭？谢炳文没住客栈，他住镜花雪月楼3楼的零差雅间，包了整层。换住处。小满，谢昭今天在哪？今早出城了，说是去查一批过境染料，傍晚才回。你刚才说谢金是在查过境染料，哪批染料？西域来的，说是有一批月破纱的染材被扣在了城西关卡。你是怎么找到的？你叔父今天去集市看了温老爷的屏风，你的那头尾羽和他今天掉的那片
是同一种植物。不是我放的，我的那尾羽在怀里。我知道不是你。4针，你母亲旧案里那根断针，针尖上刻了1个字。断针分2节，你叔父手里是针身带锦字，但针尖不见了。针尖上刻的是另一个字。针尖上刻的是圆。你母亲带出宫的是针尖，她藏起来了。你叔父还留了一样东西，那根针尖的位置。所以他在催你找到他换的那个住处。不是催我，是催我们俩。你怀疑换住处的人是谁？温小姐，或者你叔父，或者是你的母亲。那个铃铛声，是我母亲嫁妆箱上的铜铃，一模一样的节奏。城南3第3口旧染康。又是3克，现在什么时辰？有11克，跑着去。真传，金缕锁真传。林锦那个什么雀上枝是从我这儿偷的针法改的，我这才是正宗。这线头看着这可不像是原稿。看见没有？这是原稿。林姐姐，铺子门口那只喜鹊眼珠子会转的，还会眨。你个小娃娃懂什么？我就亲眼见过林家那鸟瞳孔会变颜色。你这屏风摆在日头底下，花瓣边都褪色了。谁让你把这东西又搬出来的？温老爷，温老爷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看这图谱，这是真东西，你要信我。你当老子是傻子吗？全给我砸了！这批货谁砸的？我。和这批屏风用的丝线是同一种材质。温老爷，您砸的这批屏风是从哪儿拿的？沈公子的仓库。沈公子几日写信，说林姐姐要害我们。我爹不信。今一早让人把屏风从沈家仓库搬出来看了，全是假的。够了，监事大人，这批货我温家自行处置了，沈公子以后跟温家再无往来。至于城南染坊的尾气，我已经过户给林娘子了。确实不是林锦做的。那封信是你写的，对不对？你仿了我的字儿。你摸过我的针。去年冬天，你翻我绣篮的时候，我看见了。信是谁写的？我不追究，但那份尾切过户，温老爷知道他签的，是填好的吗？信是你仿的，你让我假绣瓶里夹那根银线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早晚会用上它。你练了多久？去年冬天，他看我绣篮的时候，我正好在练仿字，他以为我在绣花。谢昭的尾羽和你手里那片合上了。你怎么知道尾羽分2片？
因为其中一片是我放的。集市上谢炳文狡辩那片，是我在站定之前放的。写等你来用的是银线，背面的换注处是用针尖刻的。字迹我仿的是谢昭母亲的笔锋。你仿了谢昭母亲的笔迹，用来调开谢炳文，又仿了沈公子的字，来催你爹送尾气。你提前算好了每一步，算好每一步的可是你。我只是替你提前用了一点儿，用在哪儿？谢炳文今早从镜花水月楼出来，去了集市。他踩上去的时候，银线会粘在鞋底。回去之后，他发现鞋底有银线，就会检查身上有没有带出别的东西。然后，他摸到了尾羽，他摸到了那枚尾羽，但他以为是自己掉在那儿的，他不知道那是我放的，更不知道那条尾羽的背面，谢昭已经看过一遍了。所以谢昭知道的那撇羽是你放的，他只知道自己手里那尾羽是从地胶撕的。集市上那片，他今天看见的时候，以为是谢炳文自己掉的。你为什么要做这些？你完全可以拿着那半半副绣铺自己查，因为我娘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：找到那个拿16红染缸的人。我找了3年，直到你泼的那杯茶。你在找东西？你在等我？等你拿着东西出来。你从花盆里拿到的锦囊，给我看一眼。凭什么？凭那份锦囊，是我放的。我放进去的，是我母亲最后那封信的残页，字迹被我叔父撕走了一半。那你放进去的时候，知不知道温小姐今晚会让我来拿？不知道。你没拆开看过？我拆过，但我拆开之后看见的是另一页。你放进去的是残页，拿出来的是另一页。我放进去的残页写的是断真河、入水宴、银线走东。你放进去的残页被人换了。换的人是谁？你叔父，或者温小姐，或者你母亲本人，你读哪边？我母亲救霞的劫，2天后就会自解。2天后是7月14。我让你查的是复印的账。你今晚翻出这幅图来，说明你已经知道复印印泥里掺了东西。叔父，复印印泥掺东西这事儿，您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哼，你上任第3天，我查过你的印泥盒，你以为你查我？我从你第1天翻旧档那天就在看了。所以你让我查账，是为了看我会查到哪一步？你查到复印，那是你该查的；你查到旧缸，那也是你该查的。但你今晚翻出陈烈士的地图，你就越界了。哼！你拿着根针爬到3楼来找我，陈锦菊娘教你的？陈锦娘教我的是，针到尽头，该入水。
偏院东墙第3砖，是你的贡品陈列室。那面墙后面是什么？第3砖后面又藏了什么？你自己去拆，拆完回来告诉我。但你只能一个人去。织造司守夜的差役认得我侄儿，他去了，商卒还没拆，人就被绑了。天亮之前我回来。偏院东墙第3砖上面还有一根针，你养母当年藏进去的另一根，针尖上刻的字是陈。您到底是在帮他，还是在害他？和养母的名字对上了。剑圆月，有人。第3砖的漆盒是我娘当年和你养母一起藏的。所以，你拆完盒子走出来的时候，我从里面封了砖缝。哼，你娘当年藏了2根针进去，我娘藏了第1根，你养母藏了第2根，第3根在你养母的骨灰盒里。绣春坊后院的石榴树下，今早挖的。小姐，谢医师来了，带着织造司的笔试帖，说让您亲自接。秋贡笔试提前了，2日后我叔父定的日子。2日后是7月14。对，他要把笔试放在你生日前1天。帖子里写什么？他要你在所有人面前秀出镜花缘的针法，你要是不秀，笔试弃权，贡品资格就落到温家头上。温妹妹，你拿到了贡品资格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没有要贡品资格，我只是想看看，你不秀的时候，谁会帮你秀？你帮我秀，你帮我秀镜花缘。你绣出了金线，解了银，纺了几级。你不缺手艺，你缺的是这3根针。给你3根。7月14笔试台上，你替我绣完镜花缘，我站你身后，替你递线。你信我？你养母那封信里写的是温家女不可信。信的背面还写了一句话：谢家半子，可托的是半幅，另外半幅养母留给了你。等你绣完这幅，你就是陈锦娘当年留在宫外的第2只眼。福晋花疗院的底稿呢？如果那天我没绣出来呢？你要是没绣出来，那幅百鸟朝凤就永远差一只凤。你养母的信里写谢家子可托半幅，你托我的是哪半幅？缺的那角，在你母亲当年留下的那我未语背面，你没翻过来看过。战北3株勿动，待静开。
别碰，排好的针位不能乱。秀净花园必须按这个顺序走针，碰了就得重新排。比试开始。今日参试两家，温氏绣坊对绣春坊，规则照旧，全新针法当场演示。还有3寸到凤尾。凤眼，用双股。这幅是贡品。铜扣里的那根线是谁放的？这根线是陆秀娘留下的，而铜扣曾属于谢炳文的母亲。我娘离宫那年留了一句话：7月15，月满则开。镜花园，林娘子，这幅绣品从今日起归织造司贡品库收藏。规矩里写了，贡品一经选定，产权归属织造司。签了，这幅就是贡品；不签，今日比试作废，贡品重新遴选。复印呢？盖。叔父，这复印盖下去的章，和旧档上那些专项款批文的章，是同一种红色。您确定要让它出现在？您母亲旧匣上的铜扣，您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裂开的吗？铜扣会在7月15月满时裂开，里面的线才能取出来。现在才7月14，有人在7月14之前就把里面的线抽走了，是陆秀娘，温玉娥的娘。陆秀娘当年离宫的时候，她带走的不止半幅绣品，她还带走了铜扣里的那根线，而那根线是连接百鸟朝凤两半幅的唯一丝线，没有它，两半幅合不上，织造司暗印就永远露不出来。陆秀娘离宫那年，她把这方帕子缝进了我的嫁妆箱里。她说7月15之前，若有人拿着3根针合了凤眼，就把这方帕子亮出来。他算到了今天，陆秀娘算到你会把3根针交给温玉娥，也算得到铜扣会提前裂。他算到的是7月14，7月14凤眼合，7月15月满开。复印先别盖，等那幅百鸟朝凤合上，再看正印的位置是不是该换个名字。陈锦娘留的那封骨灰盒里的信，背面是陆小写的，谢家子可托半幅，那半句话是陆秀婆加的。我知道。我娘当年从铜扣里抽走那根线，是因为她看到了铜扣背面的字。谢月圆玉流那5个字是我娘的笔记，她在铜扣空箱里写了一封信，然后用蜡封回去。信写了什么？谢炳文母亲的旧案，真凶不是任何人。那幅绣聘的署名暗印里藏着密旨，内容由3个人各支1/3，锦字开陈锦娘那部分，月字开谢母部分，圆字开我娘那部分，3针合一才能打开那道密旨。我娘最后说，7月15若3针不全，用16红替纸。她是为了逼你，用自己的颜色补上最后一针。16红是你的颜色。这是我从当归夹层里找到的正印的纹样，差了半道弧线。他现在那枚正印是仿的，所以真正印被人换了，换印的人是我娘的师傅，上一任总绣娘。正印是他离宫那年换的。明天月圆，正印存尾全部浮现后，
谢炳文的椅子该换人坐了。换了之后呢？谁坐？正印在哪儿？正印在你当年离宫时带走那口嫁妆箱的夹层里，换印的人是柳秀娘，你娘的师傅。叔父，您不知道，正印在您母亲的箱子里。你以为真印被柳秀娘带走了？您一直在查柳秀娘的旧居，查了20年。但柳秀娘离宫那年已经67了，她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。她换印之后，把真印缝进了您母亲的嫁妆箱夹层里，她没有告诉任何人。那箱子在你母亲那里。印是仿的，你们今晚用石榴红合了符，说明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正印在哪儿。他不仅知道正印在哪儿，他离宫那年留了一封信，信里写了一句话：正印归位之日，织造司章程第梯条自动废止。织造使的职位公开考选，您如果还想坐那把椅子，你查了多久？柳秀娘，章程废止之后，正印该还给谁，你们自己定。章程废止的事，3日内织造司会发文公告。谢大人自到椅子，从明日起，由新任织造使提名，提名权归正印持有人。叔父，复印印泥盒里的石榴红，我今天傍晚换掉了，换成了普通的朱砂印泥。旧档上那批专项款的批文，按清水验过后会浮色。我抄了附录，全部收在织造司西配房档案库的密柜里，钥匙在我这儿。我离职。陈锦娘的那幅百鸟朝凤真品在偏院第3只后面，复制品在染坊地窖第2层阁，你自挑一幅公开。陈锦娘的名字我会补进织造司名录里，抄录的废注会写明她离宫的原因是被诬陷。你的针留给你，你娘离宫那年的旧档，你带着根针去西配房档案库，谢昭会给你开密柜。那你留什么？3天后绣师名录补录，7天之后旧档公示，1个月之后，织造俗的贡品绣制章程全部重写。所有绣师署名不再压在正印底下，